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如何从手指断财运旺衰。一、手指较长的手相，依照手指的长短来看财运。指头长而且直不偏斜的人，属于亲手创业型的，心灵手巧，大多凭手工技术吃饭，一般与一本万利的财运无缘。但是这种人处事慎重又擅长分析数据，属于智能型的，比较勤劳而又能实际操作。因此如果能将这种长处与工作相结合，比方说从事银行或证券等相关工作，高技术行业、高新技术行业，便能期待丰硕的成果。二、手指较短的手相，手掌长而食指比较短，这种手相大多比较肉多、柔软，是日常生活中长时间用脑不动手的特征。他们大多外表比较憨厚，并且有敏锐的经营事业的头脑，外露憨厚，内藏精明，不会在乎小事，但是做起事来不拖泥带水，因此能够很快地下决定，并且勇于采取行动。由于本身具备了优越的经营能力，因此很适合致力于实业的经营工作、管理者。不过手指的长度如果过分地短小，在比例上显得离谱的话，那么就显示这个人具有懒惰的性格。三、食指弯曲，骨节暴露。如果你的手指弯曲偏斜，是累心、累身的一大命理特征。形内有与食指偏斜劳碌命，骨节暴露愁心人。这样的手指手型大多辛苦劳累，不是富贵之相。不过也有短时间发迹的朋友，要看好自己的富贵，千万不要因为过分嘚瑟，让自己再次回到贫困再现。四、拇指代表父母、祖上，拥有圆润厚实拇指的人，可借父母之力。用钱的观念十分实在，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强调感官享受的事情上，像华丽的衣服和美食，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为人也相当务实，说一是一，不会有太多的心机。平而薄的拇指，粗细不匀，弯曲灵活，大多与厚实的拇指正好具有相反的性格。这样的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日子，喜欢快捷方式，没有耐心，贪图享受。五、食指。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相当具有霸气和野心，容易有权力。食指长到中指，性格偏强硬，爱出风头，财大气粗的性格，起伏较大，往往很难存得住钱。这种类型的人，就算钱赚得多，花的也多，所以这种人要节制挥霍，控制欲望和消费习惯。六、中指。中指是4根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5根手指头的中心，象征一个人的命运，以圆润指掌为上。圆润指掌的中指代表有好的命运，事业财运、婚姻方面都有好的结果。如果中指生得过短，中指偏斜，偏向于食指，对事业比较执着；如果偏向于无名指，可能对家庭比较执着；如果粗细不匀，则是缺乏耐性和冲动的表示。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情感，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七、无名指。无名指代表配偶和家庭关系，如果偏向于中指，表示你家庭的责任心很重，为家庭付出代价很大；如果偏向于小指，表示为晚辈子女付出很多。如果无名指跟中指一样长，那便是喜欢赌博的手相，对于任何事都有喜欢下赌注的兴趣。这种人一听到打麻将、赛马、玩牌，全身的血液都会立即沸腾，眼睛也为之一亮。这种人的确对输赢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也喜欢投机性较高的理财方式。
股票、房地产等投资生意会很乐意参与，但是并不表示有万全的把握。这样的人赶上极端的时间，会随便赌输整个家当，将会使自己落得倾家荡产。8. 小指，小指代表子女、晚辈，如果小指特别的短小、弯曲，表示子女不给力，让你为子女操心费力，容易让你不能为子女骄傲。另外，小指还代表智慧、口才、艺术，又经常被乡学家称之为第二根拇指。有许多成功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拥有一根比无名指第一指节线更长的小指。如果小指长直顺且圆润的人，通常有很卓越的办事才能和社交手腕。如果小指低于无名指的第一指节线很多，小指弯曲，那么这个人无论是在运势或财力方面都很难有所成就。第二，有这5种手相的人最招财，最有发财命，看看有你吗？一、财运线清晰而粗直，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财运线生得清晰而粗直的人，通常有着较好的财运。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会招财，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而且是越动越旺。另外，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缘点名声及好运，所以当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时，这样的人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2. 钱财纹数量多，所谓钱财纹，是指在水星丘小指根部和太阳丘无名指根部之间出现的细的斜线。一般人手上都钱财纹，只是数量有的多，有的少。通常手掌上钱财纹越多的人，财运越旺，越容易招财，尤其是偏财运好，例如工作上时常发奖金，或者常常意外中奖等等。3. 水星丘红润而隆起，水星丘在小指的根部，掌管一个人的财运、社交与商业头脑。水星丘生的红润且向上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财运也相当的好，容易遇到很好的赚钱机会，只要努力肯付出，便能赚得大笔财富。此外，这样的人自身的交际手腕也很棒，应变能力很强，若从事商业经营之类的职业，更容易成功，从而获得丰厚利润。4. 太阳丘、木星丘有星纹，在太阳丘或木星丘这两个任一部位出现星纹，都表示这个人拥有特别的好运，容易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从而心想事成，赚到很多财富。只是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假如本人不善于把握机会，努力付出，也会自己消失。5. 智慧线有向上的支线，假如智慧线末端有支线向上延伸，表示这个人非常有商业头脑，而且有很强的金钱观念，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很能利用一切机会招财，常常在不知不觉间赚到很多钱。不过这个人在金钱的使用上非常节省，记得还是要适时的花钱，慰劳自己一下。6. 掌心厚实有凹陷，手掌就好比聚宝盆，掌心好比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薄厚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多少。掌心厚实凹陷的人能聚财守财，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有很强的理财、守财能力，持家能做到井井有条，生财有道，能够帮助丈夫守好财富，自己也能利用出色的理财能力赚取财富，积累下丰厚的家底，老有所依，能安享晚年。7. 太阳丘高隆，太阳丘代表着财富、才能与名声等。手掌中太阳丘隆起，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赚钱能力和理财能力。有此手相的女人，性格坚毅但不苛刻，为人厚道，
婚姻成功是持家理财的一把手，在外能有出色的理财能力，能够在自己的事业上大放异彩，赢得出色事业成就和社会名望。对内也能持家有道，婚姻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8. 木星丘饱满圆润，木星丘能反映一个人的积极程度和上进心。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对财富和权力具有强烈的欲望，热衷名利，意志坚定，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取得耀眼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事业型的女强人。不过有这样手相的人对待感情一般也会比较强势，所以在选择伴侣时，最好是选择性格互补类型的，或者是更具有忍耐和包容心的人，这样婚姻生活也能美满幸福。手有3奇，富贵无敌的发大财手相，手握金山银山。手纹是一个人的特征，就像是外貌长相一样，每个人都是最独特的，即使是有血缘关系的人，手纹的生长也是完全不相同的。因此，从手相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发展和富贵与否。通常财富多的人，手纹会出现一些显著的特征。如果发现自己的手上具有这些特征，在求财中就会比较顺，只要肯努力，就有大富大贵的机会，或者能从家中继承一些财产。总之，这一生中注定是会发财的。那么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富贵手相的16种奇纹分别是什么样的。1. 钱财纹多。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钱财纹越多越深，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2. 偏财纹。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除了工作之外，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就更吉利了，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3. 井字纹。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这一生的财运亨通，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4. 川字纹。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从性格来说，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具有很强的能力。从运势发展来说，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会过得很富贵。5. 三约纹。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钱财丰厚。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可以嫁一个贵夫，夫妻的感情稳定，生活条件也很不错。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6. 祖臂纹。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
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7. 三才纹，玉管照神局。三才纹上的分明，一生时运可昌荣，主命与财主有气，一纹冲破便无情。天纹感情线，人纹智慧线，地纹生命线，是先天三大主纹，是掌中三才。这里说的三才纹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3条纹身长清晰，没有其他杂纹。所谓三才纹身家业广，治家必有一招先。这3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一眼看去掌中一个川字，因此三才纹俗称川字掌，并有男人穿掌事业顺，女人穿掌财帛多的说法。10. 三峰纹，玉管照神局。三峰堆起巽离坤，肉满高如枣样圆，光泽更加红润色，家中金玉有良田。三峰纹指的是巽宫、离宫、坤宫3个部位比较饱满，像山峰一样。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财在巽宫，官在离宫，禄在坤宫，这3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更别说是3处了。11. 六宿纹，手相歌诀。六宿入掌中，处事好心胸，贫人成大富，谋职禄未丰。六宿纹在无名指根部下面，天纹上面，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又被称为偏财纹、禄合纹、异禄纹。如果在六宿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相当于是一种辅佐，那更是锦上添花。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创作线。如果六宿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一直延伸到掌心，甚至到手掌底部，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12. 玉柱纹，玉管照神局。玉柱纹从掌直去，为人胆智必聪明，更得学唐文显现，中年必定拜公卿。女人有玉柱纹，富裕之外，只是要里外操心，有管夫治家的现象，所以民间又叫当家纹。有的玉柱纹不够长，没有穿过天纹，但是与天纹、人纹、地纹交叉，共同形成一个字母 M 的形状，这叫做 M 字纹。有 M 字纹手相的人，通常学问高深，或者是创业富豪。13. 三奇纹，玉管照神局。三奇纹线无名指，一路分开3个纹，生在正宫并掌内，必作金门实禄人。这3条纹并驾齐驱，形成树的形状，所以又被称作摇钱树。掌中有摇钱树的人了不得，一生富贵，名利双收，能成大事。14. 千金纹，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超过了智慧线，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同时还乐善好施，是一个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荣华富贵可享，就要看此纹。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衣食无忧，生活殷实，一生享尽富贵荣华。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必能早年就发达，前程似锦，家中财运滚滚，富甲一方。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文遇千金直上加。设使少年人得此，前程富贵有人夸。需要注意的是，脾气切不可暴躁，否则必冲毁前程。掌中有千金纹的人，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前途不可估量。一生衣食无忧，生活殷实，财运不断，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富可敌国的人。但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
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未来的财运会更旺盛。15. 祖弼文。祖弼文，顾名思义，说明有此文者根基不错，承蒙祖上庇佑，从出生就富贵，亦因得长辈之荫庇，继承祖业而发财，世世代代都是有权有势，一辈子不缺钱花。此手文起于坎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掌中有祖弼文的人，一生运势顺遂，属于富二代的手相。此类人的父辈财运非常不错，也容易受到长辈的青睐和庇佑，通常起点比别人要高，所以可以免去辛苦，就能有很好的条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类人如果能够勤加学习，戒骄戒躁，时时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一定能有一番非常好的作为。16. 宝镜纹。所谓宝镜纹，就是手中有圆形的纹理，一圈一圈城墙层层围绕，如宝镜一样握在手掌里。这种特殊的纹理十分罕见，是官印、权威的象征。宝镜纹在相术中被视为财权的象征，掌中生有宝镜纹的人，大多胆识非凡，心思缜密，心胸宽广，处事手法非常有魄力，有大将风范，能够担任指挥官、武官、军事顾问等职位，命运不凡。这种纹理如果位于乾宫、坤宫以及对宫3个手掌区域内，则正财相当稳定，步步高升，命中还会有不少的偏财出现在其他掌宫上，则意味着会从事律师、咨询培训等行业，并因此而获利丰厚。好了，今天的一指定乾坤，中指纹路看你是富是穷。有这一特征的人天生富贵。中指位于五指的正中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命运厚薄和中年运势。通过观察一个人中指的形态、纹路以及指甲的形状，也可以分析出一个人的头脑智慧、人际关系和一生的命运吉凶。那究竟什么样的中指最好命呢？今天小酱汁就为酱友们介绍一下，看看不同的中指到底蕴含着怎样的命运信息。一、从中指形态分析。一、指根较粗，指头较细。长有这种中指形状的人，这种人一般心态稳健，处事大方，做事很有责任心，但是不喜欢与人争斗，也没有太强的野心。但是只要决定要做的事情，就会尽力的去做到完美。相对于声名和利益而言，更加注重自身内在气场的提升。在工作中人缘非常的好，能够得到同事们的尊重和敬重，也能够得到领导的认可。工作能力比较强，事业运也非常不错。对于异性来说非常的有魅力，也很有灵气，比较受欢迎。二、中指上下粗细均匀，指头略微向后弯曲。常有这种中指类型的人，大多内心比较的善良，富有同情心，非常的热心，乐于帮助人，内心非常的柔软细腻，处事也非常的细心和认真，特别的体贴，会照顾人，而且懂得尊重别人，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为人也非常的重感情，性格和善，特别的好相处，能够处理好身边的人际关系。生活方面比较的顺利，但是眼界比较狭窄，有着小富即安的思维，生活圈子比较狭窄，与外界的交际和沟通能力较弱一些，很难取得一些特别大的成就。三、中指修长尖细。中指长成这样的人，大多父母运较好，得到来自于父母的关心和帮助比较的多。不过这种人大多心高气傲，性情也比较的高冷，让人有种难以亲近的距离感，总是对什么事儿好像都漠不关心，也不在乎名和利，性格稍显孤僻，显得非常不合群。不过他们实际上非常的有想法，只要他们想做的事情，只要努力，往往都会做得特别出彩。四、中指第一节的骨节略微向内弯曲。常有这种中指类型的人，大多心思非常的细腻，有着很强的观察力，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能够清晰地捕捉到别人的情绪变化，内心非常的敏感，
不过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都比较的多愁善感，负面情绪非常的重，心里总是装着很多事儿，容易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压力，也容易背负太多的责任。懂得关心人，但是缺乏一些包容心，对家庭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即使发生争吵或者变故，也会默默的承受和忍受。这种人一生过得如何，全看婚姻是否幸福。应该尽量多多打开自己的心扉，让生活变得快乐一点，这样对事业和婚姻会更加有利。2. 从中指纹路分析。1. 孤独纹。所谓的孤独纹外形为十字状，位于中指的指尖处。顾名思义，根据其名字便可以看出其代表的意义。不过男女性别不同，所代表的含义也不尽相同。如果男人的中指长有此纹的话，这种男人大多个性孤僻内敛，不喜欢与他人过多的交往，看上去非常的不合群，几乎没什么朋友。若是女人长有此纹的话，代表着身体机能不佳，生育能力低下，容易出现不孕不育的现象。2. 幸运纹。所谓的幸运纹也位于中指的指尖处，不过其外形却呈星纹状，如大字、六字或米字等形状。通过其名字也可以看得出，长有此纹的人一般运气非常的好，不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方面，经常会有意外的惊喜和收获。而且贵人运特别的好，不仅在遇到困难时得到帮助，也能得到长辈或领导的提携，一生富贵而幸福。3. 姊妹纹。如果中指的第一指节处长有3条横纹的话，这条纹在相学中称为姊妹纹。此纹代表着一个人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长有此纹的人一般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每次遇到困难和麻烦时，都能得到来自兄弟姐妹的帮助，而且朋友缘较好，也容易得到来自于朋友的帮助和支持。4. 孤约纹。孤约纹是位于第一和第二之间的一条横纹，长有此纹的人大多内心较为的孤独，个性独立而安静，不喜欢与人有太过密切的接触和联系，因此人际关系较为的狭窄，几乎没有太多的朋友，凡事都是亲力亲为，靠自己打拼，遇到困难时也没有亲朋出手相助。中年时期事业和生活较为的辛苦，容易遭遇变故，陷到困境之中。5. 漏约纹。所谓的漏约纹，即是指位于第二指节下方的一条横纹。长有此纹的人一般漏财较为的严重，年轻时几乎存不到什么钱，即使能挣到一些钱，最后也会流失出去。这种人的投资理财观念较差，做事抱有很强的投机心理，不能脚踏实地的干事情，也容易发生借钱不还的行为。所以与这种交往时，最好是不要有金钱借贷方面的往来，不然容易吃亏。6. 财运纹。财运纹位于中指的第3指节处，并且靠近中指根部位置，其形状主要为井字或田字等，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好坏。长有此纹的人大多财运非常的好，这种人一般头脑非常的聪明，而且反应敏锐，有着很强的观察力，善于发现和把握机遇，做事很有规划，属于特别的精明的类型，获得财富的能力比较强。3. 从中指指甲形状分析。1. 指头圆润，指甲呈椭圆状。长有这种中指的人大多都是天生的劳碌命格，有着很强的进取之心，但是却不喜欢与人争斗，凡事懂得关心和照顾他人，不喜欢与人计较，面对利益时也懂得忍让，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大气，也不喜欢在背后议论他人，但是做事却非常的认真，总是想要追求完美，对于自己的要求也比较的高，处事老练也很有条理，容易遇到很多的挫折和挑战。事业和生活上懂得为他人着想，把委屈和劳累都留给自己。不过他们的人缘往往非常好，有很强的号召力，能够得到他人的信赖和幸福，在人群中属于非常有领导力的一类人。2. 指头略尖，指甲呈谷堆状。长有这种中指形状的人，一般命格就会比较的普通。这种人一般性格开朗，但是喜爱自由，
不喜欢受到各种约束，为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率真，不喜欢玩弄心计，也不喜欢讨好他人，喜欢率性而为。对于生活的追求也非常的简单，特别的怕麻烦，不过对人非常的真诚大方，也非常的有个性，但是想法比较的简单，不太喜欢过多的去思考，为人也非常感性，缺少一些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力，容易感情用事，属于典型的情商不高，但是做事还比较踏实的一类人。虽然能力不强，但处事也不会太过圆滑，也很难大富大贵，一生非常的平凡普通。3. 指头扁平，指甲呈方形。中指长成这种形状的人属于天生的富贵命格，尤其是女人，属于典型的皇后命。这种人一般为人非常的热情，也非常的勤奋，对身边的人特别的重感情，讲义气。当朋友或家人遇到困难时，总会挺身而出。自己遇到困难时，身边也常有贵人出现，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所以不论做什么事儿都比较的顺利，一生过得还算比较幸福。但是这种人性格方面稍微有些要强，不喜欢服软或者低头，在家中掌控欲也比较强，在感情方面比较的敏感，不太懂得给予对方一些空间和自由，婚姻方面可能会容易发生矛盾。4. 指头扁平，指甲上宽下窄，呈倒梯形。这种指型的人就属于天生的拼搏命了。这种人一般个性方面非常的勇敢和直率，目标感非常的强，做事很有规划，独立能力非常强，不喜欢依赖他人，做事努力认真，决定的事情就会一往无前，不会中途放弃或退缩，不过经常也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不过他们对于家庭有着很强的责任感和归宿感，将家庭看得很重，对另一半也有着很强的耐心和包容心，看待问题也非常的豁达，所以一生虽然辛苦，但是事业和家庭方面往往能够收获成功和幸福。以上是中指与命运的关系。很多人的中指长得并不理想，但依靠自身的努力也能够获得理想的生活，当然也可以借助吉祥物的帮助，比如貔貅、葫芦、五帝钱等等，令自己的金钱运势、感情运势得到提升。在此不一一赘述，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讲讲为什么说掌中四指流，财富不用求。掌中四指指的什么？首先，在我们的手掌上，有的有3条掌纹，有的有4条掌纹。掌中四直流是指手掌中有4条直的纹路。如果你有这样的掌纹，那么恭喜你，在未来你的无论是财气还是福气都不会少。掌纹其实就是属于人们所说的看手相。在古代，看手相其实是一门学问，而对这门学问的相关研究，早在古代就有了。据史料记载，周朝就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手相著作。在大约3000多年前，这些手相著作一路传承与发展，到了现代，手相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顶峰。古人将这种掌中有4条清晰纹路的纹，称之为是四直纹。这4条线分别被称之为智慧、玉柱、易学和小贵。1. 玉柱纹。古代人认为，人的命运就像用玉雕刻的柱子一样，其玉上面的纹路是捉摸不定的、随缘的。而且玉柱纹还被称为生命线，代表着这个人的社会生活状态，它的起点因人而异，而且此纹路看起来非常浅。2. 易学问。易学纹又称之为预感线。古人认为，有这样的一条纹路的人，有较强的研究耐心，而且事业上都能获得贵人的帮助。拥有此种手纹的人性格开朗、慷慨大方，人缘比较好。3. 智慧纹。从手相学上讲，它起于坎宫，止于坤宫。坎宫的起点实际上也不是固定的，因人而异。古人认为，智慧线能够体现一个人的运气，智慧线越长、越深越好，越短则越能代表此人运气差。4. 小贵纹。在手掌中的食指或者中指下方，
有一条小竖线，有这条手纹的人，财运旺盛，适合经商，也适合做官。当然凡事无绝对，有的人小贵纹，纹路尚浅，也不一定有富贵之命啊。当然了，四指纹的说法一定准吗？其实这句话说的其实比较片面。这句话之所以会被认为是传说，是因为它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手段去论证，而且从手相学中所描述的内容也不是肯定。民间这种类似的说法有很多，其根本原因就是老祖宗对天命论的默认，同时又对美好未来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期盼。其实无论是4条纹还是3条纹，只要机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要往前冲，不要相信所谓的命中注定。即便是命中注定，我们未来的生活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第二，案例分析，十分罕见的旺夫面相，嫁入豪门不在话下，晚年能享子孙福。第一个，掌面偏硬，纹路深重，典型的筋骨质人，做事有毅力有韧劲，好胜心强。但是有些事必躬亲偏劳碌。不过指节间见米糠树纹，凭借自身努力，小康不愁，衣食无忧。脑线和生命线年贴长，本性偏保守谨慎。生命线在40岁之前，横纹干扰多，人生阻碍多，特别是感情线出现一个大倒纹，人生第一道关是情关。从影响线刺破事业线来看，情关来早，25岁左右犯情伤，之后感情线干净清晰，感情顺畅。中年的2道横纹是事业关，事业线也见2道横纹，第2道关是事业关，35岁左右，职场受阻，高不成低不就，事业遇瓶颈。好在太阳线清晰，有望贵人帮扶，渡过难关。生命线尾端分叉，加上小指外撇，晚年易为子女忙碌。第二个，有酒窝的女孩爱笑，笑口常开，好运自然来。这类人心态积极阳光，很有感染力，只是额稍窄，早运一般，难享祖荫庇护。五官很精致，但是也不见削薄，是难得的贵相。眉浓不散，眼虽凹但神聚不散，眉眼的配，洞察力强，做事有始有终，能深思善谋，加上这高隆的鼻梁，内心有主见和想法，只是眼稍凹陷，田宅不起，青年时期会吃些苦头。颧骨饱满，鼻厚重，鼻全的配，中年行好运，夫运足，财运旺，人生起点不高，但是中年运势节节攀升。鼻翼宽厚有收之人，大气慷慨，也不失原则，进退有度。唇红齿白，婚后生活和谐美满。下巴兜而长，晚年更是财库丰隆。第三个，纹路格局开阔，形成川长，川长人格局开阔，独立能力强，做事放得开手脚。加上事业线，有形成一马平川之势，是利于事业的一款手相。十指巽宫财位饱满，正财旺，只是细看纹路，有些差强人意。事业线断断续续，虽然一马平川的格局，但是想要取得成就，要吃一番苦头。手相还是弱在了感情，感情线前期倒纹，后期锁链，情路不顺，偏缘干扰多，尤其是影响线刺破事业线，代表犯情伤。结合感情线的倒纹，说明25岁左右有过一段伤心的感情经历。事业线中期见倒纹，35岁左右，生儿育女之后，职场受阻，高不成低不就，职场受排挤。加上川长人大开大合的直率个性，职场易犯小人。第四个，这对小酒窝很有亲和力，唇寒唇角扬，活泼开朗，心态积极阳光，运势也不差。唇红齿白，口福好，体质佳，一家贵夫享富贵。只是额稍窄，早运一般，面相越往后越富贵，
是典型的先苦后甜的命局。早年艰辛，锻炼出自己独立和勤勉，眉显刚毅，为人有原则和底线，眉聚不散，贵人缘佳。眼带桃花，卧蚕丰盈，异性缘不错，加上五官端正秀丽，自带主角光环，贵人容易围绕在身边。加上颧骨饱满厚重，周围人助力多，鼻肉而直，鼻全的配，中年有夫运，也有财运。只是鼻头破，有些面子薄，易仗义疏财。口似含糖，奴仆饱满，和晚辈缘分深，下巴兜，晚年能享子孙福。第5个，手相有双生命线，生命力强，精力充沛。后面那条生命线起到弥补的作用，相对来讲也更清晰深刻，说明后运不错。从事业线也看出，事业线后期才深刻，和3大主线组合成了 N 字纹，是典型的先苦后甜的命局。小指下方水星丘饱满，伴有钱财纹，似乎偏财不错，牌桌手气不错，但偏财不长久，不可沉迷。生命线初期见上升线，也叫希望纹，说明天资聪颖，加上脑线直长，聪明专注，务实进取，深耕自己擅长领域，能有些成绩。问题还是出现在感情，感情线见大岛纹，是泛情伤的符号，感情要到35岁往后才能稳定。第6个，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少女初成长，青春有活力，但又不谙世事，眼神空洞迷茫，也反映当下的运势，为学业烦恼。额头的青春痘也说明内心的烦恼较多，个人的自信还未完全建立，心智还未成熟。不过额头高广，聪明，学业不错，父母期望较高，无形中给自己压力。耳高齐眉，聪明伶俐，不过眉稍显粗散紧贴目，个性多思敏感，偏内向，自尊心也强，易精神内耗，注意及时调整和释放压力。额侧一马弓饱满，出行运势不错，将来有出国发展的机会。鼻梁稍窄，中年有些起伏，鼻头尖鼻翼有收，略显精明和谨慎，婚后适合掌管家财。人中深见沟，子嗣丰隆，唇厚外翻，沟通能力不强，但是口福好。下巴稍短，晚年易为子女忙碌。第6个，鼻长而尖，鼻箍耸，5月未成朝拱之事，稍显精明，少贵人，人缘一般。发际线不齐整，早运一般，人是聪明人，但难得祖荫庇护，人生起点不高。印堂见质干扰，爱纠结眼前得失，格局不够开阔。眉粗眉头带剑，个性稍显急躁，有眉压眼之势，遇事爱多想，心态不稳。眼白多眼神散，目的性强，神散睫毛翘，易被烂桃花侵扰，有时候急于求成，反被小人扰。山根窄，定力不强，颧骨平塌，贵人难在身边。好在鼻梁起，中年能起运，但中年运势起伏大，鼻头尖鼻翼紧收，能管家财。唇稍歪，易犯口舌是非，下巴稍短，晚年易操劳忙碌。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